这次用更新的方式释出这个档案，主要就是为了感谢订阅的观众和已经付费支持的朋友。那这一次主要的更新内容就是把之前做好的3个档案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边学边做，所以它档案非常的乱。那本来不想要整理的，后来还是想说把它做成，如果把它做成一个的话，会非常好用，所以我就还是花了非常多时间去把这3个档案整理成，你只要用一个几何节点就可以做出这3个影片里面的所有建筑，然后还包括了已经做好的模型，我已经做好的模型大概有15到20栋，然后再加上绘图模式，以及一些基本的环境设定，还有上次出的环景图，然后也把它植入到这个档案当中。那如果你只需要的是绘图模式的话，你也可以下载，我还是会出一个0+的版本让大家去载。那你只要把你的模型去取代掉里面的 Collection 001，你就可以直接用绘图模式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到 Blender 里面说明一下这个档案怎么用。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把环景图汇入进来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。然后我们来试着画一下建筑物。那我们先开一下类似的图，然后我已经设定好一个镜头了，所以我们点这个镜头，然后按这里切换到这个镜头就可以，然后选择这个 Curve Draw， 按 Tab 进到编辑模式，编辑模式底下按这个 Draw， 那就可以开始画。那我们就看这张图，它大概就是长在这边，我们就画一些建筑在这。那你如果你每一笔画完都可以按 G 去移动它，然后也可以按 S 去改变它的间距。那我想要这样子这样子去摆，然后再继续画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做出大概类似的效果。那我们再选一张，大概这样子。那这个我也是先有稍微调一下镜头的角度，所以你大概镜头角度取得好的话，它的效果就差不多了。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可以这边开始画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往前往后。我回来一下，你每次画一笔，你就可以按 S， 它就可以缩放，然后可以移动它，缩放，也可以按 R 旋转，非常方便。那这边我们如果前面有这丛树林啊草，就大概效果就差不多。那只要在后续添加一些那个特效就可以。好，那我把参考图关掉。那有时候我们会需要，我们可能会它也可以这样子使用啊。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某个屋顶往下看，那你就可以尽情的去画。好，然后我们退出编辑模式，然后再选这个是可以用来做一个随机的，再乱数再去排列一次，那你可以再去做选择。这边它就会再去排列。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个镜头，刚刚这个画好的镜头，它一样在这里，我们要选到这里，然后这个把手，它一样，你画完的时候都可以再去做这个调整，很方便。好像这样子画面就是一个蛮好看的画面了。好，那这个是随机的调整方法。然后这边有太阳，太阳的话，我是因为我打一个直线光，然后还有一个180度的反光，所以要调的话2个选起来，我们在顶视图的地方按 R， 就可以改变它的光源的方向。
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快的把那个背景的程式给画出来。那你也可以单独去选择它，比如说这个是太阳光嘛，那我们就选择它，然后在这里，你可以调你想要的光的颜色。OK， 这个是暗面的颜色，暗面我打了一个蓝色。那像参考图它比较偏绿嘛，你可以调绿色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颜色变化。我调夸张一点，有没有 ？OK， 接着我们再调一下天空，这边可以调整天空云的角度在这里，这边你可以任意调啦，主要是看你想要的反射，因为我们真正输出的话不会带天空，天空在后期再贴上，在背后合会比较好。那我这边稍微做一下好了，就是我们在 render 的时候会把它关掉，把背景关掉，这里关掉 F12，我们 render 一张图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存成 PNG 档。我们把刚刚的图丢到 CSP 里面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这样直接在这上面做剪裁遮罩，我就可以直接画它，这样是不是方便很多？我不会画到背景。那背景的话怎么办？就是用我们上次做的天空球就好了。我们把它拖进来，这样子，然后按 V 去旋转它，这样子就很方便啊。那你就可以选好你到底要怎样子的天空你比较喜欢啊？比如说这样，那你也可以在上面打光啊，或干嘛？那就是之后再说了。然后在这个遮罩上面，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做效果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不是重点，我们再回到 Blender。你的工作如果是在3D 里面要完成的话，那就在这边做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组成这个程式的元件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点这个镜头，就可以找到元件的所在位置。那我们再按滑鼠中键，就可以自由的去导览。好，那我这边框起来这几栋就是我在乱数产生的，就是我做好，然后我在画的时候乱数产生，就是以这几栋去乱数去产生。所以最好你如果之后取代的话，你大概是用这个比例，就是一样高度的大概要这么多，然后特别高的、中的这样子，它比较不会它会比较好看。那后面这些呢，全部都是由这一栋去生成出来的。所以现在就来讲一下这一栋是怎么做。我们要做移动之前 ，Shift D 复制移动出来，我们再开始去制作它。我们选择这里，这边就可以去调整它的长宽高。我们做移动试试看。好，然后高，这边有一个，这是我新增的，这些很多地方新增的，这个4或1，一面还是4面。你这边如果把它关闭的话，你看它就变成是单面的一些，比较像住宅的啦，比较像住宅就是大概用一面。那你如果是像这种高楼大厦就用4面玻璃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主要的形态，在这里有0、1、2、3、4，有5种，然后第6种，第6种有重合，那个之后我可能还会再新增一种啦。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底下的形态，所以这边直接可以切换2个形态。那这2个的交叉在这里控制，你可以每一次这个不一样都可以出来不一样的结果。这个目前还没有，这个就先跳过。然后呢，你做到这里，再来就选择颜色。这边我有调一些基础的颜色，你可以直接选。这边有，蓝色就分3种，那数字越大的就越深。
然后这个是褐色嘛，黄色，好，大概这样子。那再下来呢，我先选一个蓝，选这个好了。然后再下来这边就是之前第一个的侧面楼梯开关。好，那右边的这边就一样，右边的开关我就不讲了哦。好，跳过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，这是第3集的嘛，可以先调好位置。好，然后这边是第2种，这是第2集的。这个结果也 OK，我就让它这样子好了。好，然后这边调完，另外还有一个，那我这个就不要了，不用那么多。但是你在调的时候，随时可以再把它叫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合起来。我们做完了，接下来要做顶楼，所以我们把它合起来。合起来之后 ，Tab 键，编辑模式全选。我们这边就减少2万多个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在顶部的地方选几个点，就是我要让它长一些物件的地方，选这个点 ，Shift D G Z 0.1，好，那这样子这些点就稍微往上一些，按 P 把它分出来。好，那这样它分出来，我们再选择这个。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之后，我们要到那个 Geometry Node 里面 New， 好，这边选择这边有一个 Top Model， 选下去，它就会依照点的个数去产生这些模型。这些模型你可以在这边去转换，它有2个形态，看你想要这个上面是摆哪一个。好，选好之后，它也可以随机嘛，随机看你比较先选一个你觉得 OK 的。好，这样子旋转面向都决定好之后，再来选个颜色。怎么没有？好，选个颜色。好，然后你可以按 Tab 键进去里面去选择它的点。我们这边看不太到，但是这样子，你就大概框起来，它就会选到，你就可以去移动它。然后我们按 Shift 自己控制在这个平面上，去把它稍微摆一下。反正移动做完，它就可以一直重复利用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花一点时间。Shift Z，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，吸附在平面上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到这里。好，那如果你这边又很空，你就直接 Shift D 出来，它又多一个东西出来，再 Shift D 再多一个，再来，这样子把它会比较多。这个好移下来，移下来，好，我想再加一个好了。他就是不给我好，不给我大的怎么会这样？好，好了之后呢，一样这边把它压掉，要退出编辑模式，把它压掉。好，然后我们选这个，再选这个 Shift 点选它，Ctrl J， 它就变成一个物件了。好，那这就变成你的一个元件。然后你做好的元件之后，就把它摆进来，按 M， 让它加到这个里面，因为所有的曲线它画出来都是以这里面的东西去做乱数决定，所以一定要放进去，它就会进到刚刚的那个地方。那它就会在这里面形成内动，就会跑出来。那这次的工具大概就介绍到这里。
然后我之后预计，因为像这样子，大概还少了一些大型的广告啊，或者是一些招牌，所以我是预计想要把那些招牌做进来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些地面的一些结构，就是让它如果你这样画了，然后进来，你可能有些景会这样取，比如说很多景是这个样子嘛，那等一下这边再进来再多画一些。这边有，如果你真的需要，你就这边多画一点嘛。然后很多都是这边是好像是海边，然后这边有些山，像在这些地方呢，它可以自动去产生一些比如说人行道啊，或者是路灯啊，或者是一些车子哦，然后这边就会自动产生一些广告看板这样之类的，这是我预计会想要做的东西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好，拜拜。